大家好，歡迎來到我的頻道，我是科技二流子。最近這段時間，我一直在體驗和測試各種免費 VPN。今天要給大家帶來的是兩款風格完全不同的免費 VPN， 號稱地球上最簡單易用的 NFLink， 以及商業化程度更高、功能更加豐富的 Proton VPN。一個主打簡單，安裝之後基本不用折騰；另一個則擁有更多服務器、協議和高級網絡功能，但配置和使用體驗相對複雜。那麼，同樣都是免費的 VPN， 它們到底有什麼區別？ NFLink 的簡單方便真的能夠勝過 Proton VPN 嗎？ Proton VPN 的功能和穩定性又是否值得我們多花一點時間去研究？這一期我們就從安裝、使用、連接速度、穩定性、服務器、隱私安全以及實際體驗幾個方面進行對比，看看這兩款免費 VPN 到底誰更值得選擇。今天給大家介紹一款非常特別的 VPN NFLink。NFLink 是目前使用起來非常簡單、方便的一款 VPN 工具。它是一款獲得美國開放技術基金會 OTF 支持的 VPN 項目，在使用過程中完全免費。無論你使用的是安卓手機、蘋果手機，還是 Windows 電腦以及蘋果電腦，都可以正常使用。最重要的是 NFLink 不需要登錄，也不需要註冊賬號，我們只需要下載安裝以後就可以直接使用。對於一款不用註冊、不需要綁定賬號的 VPN 來說，它在隱私保護方面，相比一些需要登錄賬號的 VPN， 確實會更加方便。同時，它背後的項目背景也比較特殊。那麼，關於它的具體背景，我會在視頻後面給大家介紹。首先，我們來看一下蘋果手機如何安裝。打開蘋果手機的 App Store， 需要注意的是，蘋果用戶需要擁有一個外區 Apple ID。這裡比較推薦使用美區 Apple ID。之前我也制作過註冊美區 Apple ID 的教程，大家可以自行查看。進入 App Store 以後，我們搜索 NFLink， 然後找到對應的應用，直接下載安裝。安裝完成以後，我們打開 NFLink， 可以看到它的界面非常簡單，這裡沒有複雜的設置，也不能手動選擇節點。整個軟件只有一個功能，就是連接或者斷開。我們直接點擊連接，連接成功以後，我們可以打開瀏覽器，進入 YouTube 測試一下。可以看到 YouTube 可以正常訪問，目前播放還是比較流暢的。當然，現在測試時間是在晚高峰，所以速度會受到一定影響。如果需要關閉 VPN， 我們只需要點擊下面的藍色按鈕，然後選擇斷開連接即可。整體使用過程非常簡單。接下來，我們來看一下 Windows 電腦上的使用方法。進入 NFLink 官網以後，選擇 Windows 版本，這裡提供了兩個版本，一個是64位版本，一個是32位版本。目前絕大部分電腦都是64位系統，所以我們直接選擇第一個64位版本即可。下載完成以後，打開安裝程序，點擊下一步，這裡繼續下一步。安裝路徑可以根據自己的需求進行修改，如果沒有特殊要求，保持默認即可，然後等待安裝完成。如果安裝過程中提示需要安裝微軟運行環境，那麼我們直接安裝微軟官方提供的運行庫即可。安裝完成以後，打開 NFLink， 可以看到它 Windows 版本的界面和手機版基本一樣，同樣也是非常簡单，沒有複雜選項，只有一個連接按鈕，我們點擊連接。連接成功以後，下方會顯示斷開按鈕，說明 VPN 已經正常工作。接下來，我們打開 Google 瀏覽器，進入 YouTube 測試。可以看到，雖然它的速度並不是特別快，但是也能夠達到1萬多 kbps， 播放 1080p 視頻基本沒有問題。我們拖動進度條測試一下，可以看到整體流暢度還是不錯的。目前速度已經達到16000K 字節每秒左右。對於一款免費的 VPN 來說，這個速度表現還是比較不錯的。同時，我們查看一下 IP 地址，可以看到目前顯示的位置是在荷蘭，所以正常使用 YouTube 等海外網站沒有問題。不過需要注意的是，因為 NFLink 的服務器位於海外，所以剛連接的時候需要等待一段時間。剛開始速度可能比較慢，等待連接穩定以後，速度會逐漸提升。現在測試時間是晚上6點49分，也屬於網絡使用高峰時間。接下來，我們再來看一下安卓手機。安卓用戶可以打開 Google Play 商店，搜索 NFLink 然後下載安裝即可。如果沒有 Google Play， 也可以進入 NFLink 官方網站。進入官網以後，可以切換語言，然後找到安卓版本，下載 APK 文件進行安裝。安裝完成以後，打開 NFLink， 它的使用方式和蘋果手機、Windows 電腦完全一樣。
我們直接點擊連接，連接成功以後，同樣打開 YouTube 測試，可以看到在安卓手機上也可以正常使用，拖动視頻進度條也沒有出現明顯卡頓。所以今天我們測試了安卓手機、蘋果手機、Windows 電腦這幾個平台都可以正常使用。至於蘋果電腦 Unflink 同樣支持，這邊我就不進行演示了。但是使用方式和 Windows 版本基本一致。總體來說，雖然 Unflink 的速度並不是特別快，但是對於普通用戶來說，日常瀏覽網頁、觀看視頻基本能夠滿足需求。最重要的是，它永久免費，不用註冊，不用登錄，可以長期作為備用 VPN 使用。那麼最後，我們再簡單了解一下 Unflink 背後的項目。Unflink 是由 Open Technology Fund， 也就是開放技術基金會 OTF 支持的項目。OTF 是一家美國非盈利機構，它主要關注互聯網自由、開放技術以及網絡安全相關項目。關於 OTF 的具體介紹，我們也可以在維基百科上查看。當然，任何 VPN 都不能保證100%安全，但是相比一些必須註冊賬號、綁定郵箱甚至綁定個人信息的 VPN 來說， Unflink 在使用門檻和隱私保護方面會更加方便一些。而且最重要的一點就是，它完全免費，可以長期使用。Unflink 在使用體驗上非常簡單易用，尤其是在手機終端上，體驗非常不錯，基本可以做到安裝即用。第一次連接的時候，速度可能會稍微慢一點，因為它需要建立加密連接，完成連接建立之後才能正常使用。在 Windows 系統上安裝 Unflink 則需要安裝點 Net8 的支持，才能正常運行 Unflink。整體來說，它的自動化程度比較高，用戶不需要進行太多複雜的配置。另外， Unflink 的反審查能力也是它比較突出的特點之一。它的定位就是幫助用戶在網絡受限制的環境下建立連接。目前支持 Windows、macOS、Linux、Android、iOS 等多個平台。當然 ，Unflink 也有它的缺點。首先，它的服務器選擇自由度比較低，更依賴軟件自動選擇線路，用戶能夠自行調整的空間比較有限。在小編這段時間的實際使用過程中 ，Unflink 偶爾也會出現軟件崩潰，無法正常使用的情況。不過重啟系統之後，基本又可以恢復正常。目前來看，我還沒有遇到完全無法建立網絡連接的問題，主要遇到的還是初次連接速度比較慢的情況。所以总體來說 ，Unflink 最大的優勢就是簡單、自動化程度高，而且使用门檻低。但它在服務器選擇和穩定性方面還有進一步提升的空間。Proton VPN， 它最大的特點還是2個字：免費。同時，它提供多個不同國家的節點供大家選擇，而且不限流量。不過需要注意的是，第一次注冊登錄需要先能夠訪問外網。我們來到 Proton VPN 官網以後，首先需要注冊賬號，點擊右上角的登錄按鈕，如果還沒有賬號，可以點擊下面的創建賬戶，然後可以看到有一個免費注冊，選擇下面的繼續使用免費版。接下來填寫自己的郵箱，按照提示一步一步操作，就可以完成賬號注冊。注冊並登錄成功以後，如果你的界面是英文，可以直接使用瀏覽器自帶的翻譯功能，將它翻譯成簡體中文。接着在左側點擊賬號，在頁面下方可以看到 OpenVPN 用戶名和密碼。這裡的用戶名和密碼需要保存下來，後面會用到，然後點擊左側的下載。正常情況下，官方提供了 Proton VPN 客戶端，可以下載 Windows、Android、iPhone、Mac 以及 Linux 等版本。不過，官方客戶端有時候會出現連接失敗或者無法連接的問題。所以今天我給大家介紹另外一種更加穩定的方案。來到頁面最下面，可以看到 OpenVPN 配置文件。官方允許我們使用第三方 OpenVPN 客戶端連接 Proton VPN 的服務器。這裡支持 Android、iOS、Windows、macOS 以及 Linux 等多個平台。一般情況下，根據自己的設備平台選擇對應的配置文件即可。下面有2種協議，第一種是 UDP， 第二種是 TCP。它們之間有什麼區別呢？ UDP 速度更快，更適合日常使用。TCP 則更加穩定，在網絡環境比較複雜或者 UDP 無法使用的時候，可以選擇 TCP。一般情況下，我們直接選擇 UDP 就可以了。如果遇到 VPN 經常連接失敗或者容易被封鎖，再切換到 TCP。接下來到第3步，下載配置文件。服務器類型選擇免費服務器即可，默認也是免費服務器。目前免費節點包括加拿大、日本、墨西哥、荷蘭、挪威、波蘭、羅馬尼亞、新加坡、瑞士、美國等多個國家。總體來說，可選擇的節點還是非常多的。
這裡我以日本節點為例，點擊後面的下載按鈕。接下來我們需要下載 Windows 版本的 OpenVPN 客戶端，可以直接從微軟官方應用商店下載安裝，也可以點擊後面的安裝指南，選擇手動下載安裝。下載完成以後，我們開始安裝，一路點擊下一步，選擇我同意，繼續下一步，再次點擊下一步。安裝完成以後，打開 OpenVPN 客戶端，點擊 Agree， 然後點擊 Upload File， 選擇剛才下載好的配置文件，點擊 Import 導入，接着點擊左上角菜單，選擇 My Profiles， 點擊配置文件後面的箭頭，這裡可以修改配置名稱，例如我這裡改成 JP-Free， 下面的用戶名和密碼填寫剛才在 ProtonVPN 官網看到的 OpenVPN 用戶名和密碼。我們再次回到 ProtonVPN 官網，進入賬號頁面，複製 OpenVPN 用戶名和密碼，粘貼到 OpenVPN 客戶端中，然後點擊下面的 Save Changes 保存。完成以後，就可以點擊 Connect 開始連接。不過，在連接之前，需要先關閉電腦本地的科學上網代理軟件。關閉以後，再點擊 Connect。首先來說，第一種情況，如果一直連接不上，通常說明當前節點使用人數比較多，或者負載較高。這時候點擊 Disconnect， 斷開連接，重新添加新的節點即可。再次點擊左上角，進入 My Profiles， 點擊右下角的加號，回到 OpenVPN 配置文件下載頁面。這一次，我們選擇一個荷蘭負載較低的免費節點。下載完成以後，再回到 OpenVPN 客戶端，點擊 Upload File， 導入剛才下載的荷蘭節點配置文件。導入完成以後，點擊右上角3個點，選擇編輯配置，把名稱改成自己喜歡的名字。例如，我這裡改成 NL-Free。最後，同樣填寫 OpenVPN 用戶名和密碼。填寫完成以後，點擊 Save Changes 保存，然後再次確認電腦本地的代理軟件已經關閉。接着點擊 Connect， 可以看到現在已經連接成功。目前連接的是荷蘭節點。下面我們打開 YouTube 來測試一下速度，可以看到整體速度非常快。隨便打開一個視頻，點擊鼠標右鍵，選擇詳細統計信息，可以看到當前網絡速度非常不錯，播放十分流暢。我們把畫質切換到 4K， 播放依然非常流暢，拖動進度條也沒有任何卡頓。當前下載速度已經接近每秒7萬 K 字節，基本穩定在6萬多 K 字節每秒，這樣的速度，無論播放 4K 還是 8K 視頻都沒有任何壓力。當然，我這次測試的並不是最快的時候，現在已經來到每秒8萬多 KB， 速度依然非常快。我實際測試過程中，最高跑到了每秒17萬 KB。如果需要斷開連接，只需要點擊 Disconnect， 這樣就可以關閉 VPN。同時，我們還可以在客戶端裡面添加很多不同國家的節點。如果某個節點無法連接，比如這個日本節點，就可以直接刪除，重新選擇其他國家的免費節點即可。OpenVPN 配置文件裡面還有很多免費的服務器可以使用，大家可以多嘗試幾個節點，找到速度最快、最適合自己的服務器。最後再來說一下協議的選擇，如果 UDP 無法連接，就切換到 TCP。不過，大多數情況下，無論是電信、聯通還是其他網絡 ，UDP 都能夠正常使用，而且速度也是最快的。如果有需要，大家可以自己去體驗一下。免費節點非常豐富，總有一個節點適合你。ProtonVPN 是把商業 VPN 做成了免費 VPN， 簡直就是為了對抗老共，直接梭哈了。ProtonVPN 付費版是為了提供優質的 VPN， 但是既然免費了，你就必須自己手動添加節點，導入配置。這樣做的好處就是自由度很高，你可以自己選擇距離比較近的節點城市，也可以根據自己的網絡情況自己優化節點路線。這樣一來，也給用戶增加了使用成本和學習成本。對於很多普通用戶來說，他們根本不想去搞明白為什麼要導入節點，為什麼要配置各種协議。我不想研究這麼複雜的東西，我只想快速的使用 VPN 服務。當然，在這裡我也特別要感謝 ProtonVPN 對我的支持和贊助。如果你覺得 ProtonVPN 對你有幫助，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ProtonVPN 的付費服務。畢竟，免費服務能夠長期提供下去，也離不開付費用戶的支持。如果本期視頻對你有所幫助，歡迎點讚、收藏並分享，也歡迎大家在評論區留言交流。同時，別忘了訂閱我的頻道，我們下期視頻再見。